听贫道一句劝，你现在太深了，可谓是一叶障目，行祸国殃民之举，却不自知。李善德，李善德！李善德！哎，你还装的戏？痛了，痛吗？我痛了。穿越大庾岭只需1日，无需3日。我们省下来2天。至此，转运荔枝的方略，最后一块补上，补上了。那你是不是要回长安了？李某是生是死，就看这一走了。那你可得信守承诺，如期归来啊！我们这儿可是御用荔枝园，荔枝一颗都不卖，都留给你。都留给你。好了好了，咱们现在上山去，给李大使挑最壮的荔枝树，砍下枝条做扦插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荔枝转运的路线，李大使已规划妥当，还望各位尽早兑现此前的承诺。如今何刺史在气头上，咱们若是激怒了他，他随便找个借口便可以扣了我们的商船，到时候谁能扛得住？就是啊，阿米塔跟在何刺史身边那么多年，说放弃就把他给放弃了。何刺史一旦对我们也发起狠来，咱们老命都不保啊！如今咱们还是捂紧口袋里的钱，按兵不动，观望一下形势再说吧。可是现在已是箭在弦上，此时若是釜底抽薪，那转运之事可就功亏一篑了。李大师可说了啊，拿这个罩筐啊，从上面套住树冠，既可以防止荔枝在颠簸的途中脱落，还能透水透气，让荔枝啊苟活。所以咱们得编得牢靠一点啊。这钱我们确实投不了。萧云川说了，荔枝转运的事不用受牛股投票的限制，让我们自行决定。可话虽这么说，他这分明是在向我们施压嘛。苏老，官比商大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苏老，我们这是念及过往的情分才过来跟你说一声。苏老，你也退出来吧。诸位所言，小老感同身受。天下熙熙，天下攘攘，为生谋利，天经地义。可是这些年来，何吃是把我们胡商当作金猪，当作海贝，动辄威胁，肆意榨取，出尔反尔，毫无信誉。如此胡作非为，杀鸡取卵，我们
无利可图，无钱可赚，长此以往，湖上永无出头之日啊！荔枝转运，对我，对在座的各位，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事在人为，小老要豁出去这一身的老骨头，再赌一次。苏老啊，人力穷时，你也别死撑着。这项目吞金力还真要运转起来，一个人还扛不住。是啊，老七说的有道理。苏老，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哇，这么多漂亮的字儿都是你写的。嗯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能送给我吗？这个不行。哎，这是荔枝的转运之法，这到了长安，我得拿它去办批文，这是流程。荔枝转运呢，需要诸多衙署密切配合才能成功，所以我必须让这个差事呢进入到流程才行。听不懂。听不懂就是，我得让我的头人知道，这个荔枝啊能运到长安。李大师，哎呦，苏老，哎呀，我们这儿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理论上没有问题，就看路上的考验。苏，真是让人沾沾自喜呀！大师，荔枝转运原本它就是一块腐朽的木头，李大师居然化腐朽为神奇，匪夷所思，难以置信。但是小老还是有一点心有余悸。万一，我是说，万一苏老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就是拼上我这把老骨头，我也得从头到尾跟着走一遭。前面他哪怕是万丈深渊，我也得挺身过去。好，不成功，不是人。大使的魂魄令小老卑躬屈膝，五体投地。咱不说这个，这个后续的钱，还在筹措之中。不过5日之后，小老5日不行啊，5日不行的，时间不等人。今日已是4月初7了，这荔枝已经扦插，后日辰时我就得出发了。后日辰时，大师放心，后日辰时之前，小老一定把沿途的用度交到大师手中。听说那些胡商已经按捺不住，开始争夺行首之位了。行首之位，如船头悬肉，大鱼小鱼都忍不住想要争抢。让他们争便是。此等虚名，现在想来不过是浮云，人前风光又能怎样？到头来不过是人走茶凉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空老先生，我不想在岭南等死，我想主动破局。你可想到了破局的方法？虽然账本未能拿到，但是所有账目都是我经手的，我便是人证。我想去长安拜见左相，空老先生可否愿意帮我？
姐夫，平安你要回长安呢？啊，我得亲自做一次转运试验呢。我今儿啊就搬到荔枝园去了。姐夫，坐。忙着呢。你坐着。忙着呢。高，干活。惹。咋？帮我个忙。帮什么？帮我带个人。不用这样，这自己人。带什么人？阿米塔。阿米塔。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要扳倒右相，现在有机会了。阿米塔就是我们手里非常重要的砝码。现在何有光在满城的搜他，如果被何有光搜到了，他必死无疑。你把他带到长安，他还有一线机会，他能够活下来。不是，阿米塔不是何有光义女吗？怎么何有光要杀她？哎，没必要这样，他自己人。这个事说来话长，我就不说了。你说来话长也得说呀，你说简单点。阿米塔的阿爷是何有光杀的，何有光是阿米塔的杀父仇人。阿米塔一直蒙在鼓里，现在反倒认贼作父，何有光的事情败露了，阿米塔都知道了。现在阿米塔要去长安拜见左相，如果能扳倒何有光的话，他就能报他的杀父之仇。如果顺势能扳倒右相的话，我也能报我的杀父之仇。我不知道我能说清楚没有？不是你们怎么都是杀父之仇呢？杀父之仇很难受的，杀父之仇。不是我，扳倒右相，咱俩连命都快保不住了都，哪有功夫管阿米塔呀？我都替你想好了，阿米塔可以做你的骑手，他骑术了得呀。你想想，你有文牒，你过关禁的时候把他藏起来，他可以帮你，绝不拖你的后腿。你哪天走？我后日辰时出发。从哪儿走？都说了嘛，荔枝园走梅关道。等着他。高走，哎，哎，高。我这阿米塔出问题了，那你这上柜的钱不会出问题吧？哎，老李，啊，你是怕马吃不饱，明日赶路好得慢是吗？嗯。这段日子，谢谢你了，阿里。啊，谢谢你。你不会骑马，明天去长安，我就不带你了。但是我保证啊，我从长安回来，给你带长安的美酒，好不好？你是说，我明日走以后，你就回刺史府了，是吧？不能回去，不能回去，那都是坏蛋呐！你就在这儿待着，你就在荔枝园待着，明白没？
那等我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去刺史府接你，好不好？如果那个赵长叔他们要再欺负你、再打你，我好好跟他们理论。啊。喂，这个。今日城门也增加了兵力，连货物都要开封检查。想要带人出去，恐怕……停车！检查。明日辰时，我们必须将阿米塔送出城阙，与李大使在荔枝园会合。恐怕冒一次险了，空浪先生，哪怕是赌上性命，我也要拼一次。车上是什么人呀？空浪方帮赵长叔办事，你若不信，尽管叫长叔来验。若是耽误了要事，你可担责。我愿为行首引开追兵。行首，行首，此事本就因蓝玉而起，还望行首能给蓝玉一个赎罪的机会。走吧。张叔，什么事儿？兰哥传来消息，说在城外看见阿密特了，他往港口方向跑了。你确定他说的是阿密达？千真万确。快去通知杨校尉。热。卸车，停车检查。里边装的是什么货？卸车。和刺史吩咐了，来往货车一定得严查。慢着！这位兄弟，我是斗鸡方的。这车上都是斗鸡，你若是不认识我，可以。可是你得认这些鸡宝。我管你鸡什么宝什么的，那卸车。哎，兰哥，郎君，看了半天，真是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鸡宝，谁的鸡宝？季老窦的鸡宝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这是季老窦的师傅。俗话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要不认识他，也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认识他干嘛呀？这是季老窦又是谁？你这么说话很危险的。季老窦都不认识。城门郎呢？城门郎！城门郎！何人喊叫啊？马郎君，你这小弟管得不行啊，连季老窦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是，怪我平常疏于对他们10度文件的教导。兰哥，你这车里莫非载的是何刺史的鸡宝吗？还是这位兄弟有眼力啊！的确是何刺史的鸡宝，我打算带到山林里溜达溜达。可是这位兄弟非得让我卸车，你说如果这鸡宝受惊了，何刺史怪罪下，若是你能担着，我这就卸。哎，都是误会，我这弟兄是职责所在。车我卸了，但是查还是要查一下。要查，毕竟是何刺史的命令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人家的职责所在。来，梁哥，我们得配合，来，让人家查。
这鸡宝我调教了2个月，正在养气，见不得光。你看着办。留在港口发现了阿弥陀身影，驻船门守卫，其余兵士尽赴港口。斗鸡行凶，藏不了人。放行。这位兄弟有劳了，走。杭守，如果我此次能逃出升天，就在海上等你。你要保重。绑好啊！来，绑好啊！弄死机了。好嘞。这几个绑稳了，往上吧，往上吧。好，这个绑紧。来，后面，后面。绑紧了啊！钱款已全部备齐。李大师，快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大师说，苏老，我听说阿弥塔出了状况，商会大乱，那这钱，行。那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实话实说。求人不如求己。前日，小老当掉了珠宝，来了上船。那您这是把全部身家了？淡定，淡定，大师不必太过在意。黄姐啊！哎呦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行。你们的孔老夫子说过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小老赌的是一个机会，赌的是大师马到成功。来日你功成名就，官运亨通，财源广进，妻妾成群。那个时候，小老也就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。可以吗？行，行嘞，我们准备。走。小老愿意为你2肋跨刀，义无反顾。我一定尽力而为，不辜负苏老的大恩大德。都准备好了。李山德，该出发了。阿童啊，等我再回来，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谁敢欺负我？阿丽，照顾好自己啊。起来吧，起来。李大师，哎，苏老，此去千里之遥，路途艰险，大师日夜兼程，栉风沐雨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小老心里有成千上万的无稽之谈，小老再说一句啊，记着，小老在岭南等你啊，万万不可有舍身取义之想。等死，死国可护啊！走了，出发吧。走啊！慢点，平安，你最后。赶紧回来！
就送你到此了。我们已经耽误了些时辰，李善德会走梅关道，你快去追他吧。孔老先生已经安排好了，到了长安，静安寺的卢思成会联系你。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定相报。好，快走走走。赵长书，何事着急召我回来？快快，你撤下点人手去追李善德。啊，李善德？李善德怎么了？哎呀，刚才去李知源，发现李善德一早就回长安了，已经都……哎，这狗奴，你给我过来！李奴，李奴，过来，快点儿，快跑！你说，你给我跪下！我问你，李善德是不是跑了？ 我兔崽子，这么大事你怎么不汇报？赵长书，打死你！那我去哪追李善德？之前听说实验有4条路线，第1条是梅关道，第2条是西行路，第3条北上曹路，又走过长江，第4条也是水路，抛开这2路，剩下的啊就是梅关和西京。记得前2天。 他一直在找一条小路，说可以帮他缩短脚程。我分析，一定是梅关路。梅关路，你就顺着梅关路去追李善德，一定能找上他。快快快！哎，这个狗奴！哎，李奴，你快！他一定去给李善德报信了。快快快！追追追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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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站住！去！ 快说，李善德他们的路线。你有名吗？那我给你取一个，我给你取个名，你叫阿丽吧。他说要给我带长安美酒。 以后你跟着我呀，不用害怕，我不打你。李大师，托你的福，把我当人看待一次，吃了我尽朋友的本分了。 阿丽，阿丽，那等我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去刺史府接你。恰，恰，
李大婶，怎么了？李大婶，怎么了，李大师？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没事儿，你们走，你们先走。我歇会儿，我追上你们。先走，先走。好，这样，姑爷走了。高儿，你在长安开心啊，还是在岭南开心啊？只要跟着七郎，在哪儿都开心。你能说点别的吗？净说好听的。你知道我此时此刻心里怎么想的吗？我想回长安了。你猜的不对。李大师回来了！啊，回哪儿呢？快接一下，快！李大师，快！慢点，李大师，扶一把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走，进屋。快！哎呀，李大师，有劲没叫你。抓紧时间，李亚庄在下一站等着你们。快走！撤！还好你撑到一战，要是倒在荒郊野岭的，怕是要比荔枝先死掉。上岁数了，身体吃不消了。我看过你做的账本，密密麻麻的，全是你的心血。这外行人根本难以想象。每一枚荔枝运到长安的缴费，你都要细算。这本牛毛细账，早就耗干了你的气血。这个事儿吧，牵一发动全身。走。你干嘛？追转运队伍。哎呀，你这样根本没法骑马。就算是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李大师慢点啊！哎，多加小心。来，都来，加小心。来，走了。
大师，你怎么样，杨老弟？人没事。没事。李大师，对不起，我没赶到长安。第11日，我才刚冲过丹江口。你尽力了，只可惜啊，没看到这荔枝最后的险阻。李大使，李大使，我看看，李大使，我给你检验检验，听着生人尝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甜，真甜！哎呀，这才是事业，这要真运起来，这就成功了呀！啊！李大师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日后，李大使若是有需要，只需要召唤一声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严某必定前往。杨老弟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其路，儿女共沾巾。保重，杨老弟，保重，李大使。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红尘之外，俗世之上。跟我一起的同伴呢？随童子上山采药去了。哟，道长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敢问道长，这离长安有多少里啊？长安，道总慈悲。原来汝走得如此黄急，竟是要去长安吗？去长安做什么？我从岭南来，受了皇命，要把荔枝运去长安。竟然要把荔枝运到长安去，真是个痴人。也罢，这等庶务，不必来污我灵台，扰我清修。贫道是观你双眸涣散，印堂发黑，乃是心脾两虚之兆。原来是被这等差事捆住了。我这差事吧，内中
戏剧繁密，多如牛毛啊，外行人根本难以想象。这几个月啊，我就像被陈子、刘辉、祖冲之这些人的魂魄附体一样，入了这个入虚境的状态。哎呀，我是恨不得把脑壳切开呀，把这脑浆涂在这些纸卷之上，才研究出来这个转运的方略。你是身处迷障之中，心在纠葛之地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这便是你想要的吗？李治这事儿关乎我全家的性命，我要是运不成，全家就完了。先生为了全家的性命，却奔走在外，远离家人，深陷痛苦之中，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我一个小人物有什么办法？尽力而为呗。只要能保得全家安全，并不一定非要运送荔枝不可。先生何不摒弃俗念，与我一同在此中修行？你这是什么建议啊？我的道法可以伐毛洗髓，脱胎换骨。你与我在此中修炼几年，便可体和自然，内外纯净。等到了高深之处，便可以不受世间拘累，真正逍遥自在。我逃了，我家人怎么办？这里也不尽俗家弟子，一同来修便是了。如今的长安城，何其轩和，何其辉煌，但居住在其中的百姓，又何其的可悲。争权夺利者，不知杀机已至；纵情声色者，不知大难将临；贪图名声者，不知即将身染污秽；趋炎附势者，不知大厦将倾。芸芸众生，斩不得三尸，破不开迷障，就如此浑浑噩噩。听贫道一句劝，你陷得太深了，可谓是一叶障目，行祸国殃民之举，却不自知。道长何出此言呢？开元22年，江淮河南的转运使裴耀卿受命来到了河口。他研究了阶级转运之术，3年间，运米700万斛，节省运费30万贯。一时间，长安米粮充足，天子也不用频频就食于东都了。那时候我也被招到了幕下参与磨算，我亲眼目睹了裴大使统筹调度的英姿。我以为，比起那些浮躁的文辞之士，裴大使这种军事才是国之栋梁。李治转运呢，虽是小道，不抵漕粮，但是能追随前贤，烧禅齐营，这何谈祸国殃民呢？是非功过，当有后人评说。你也不过是个算学上有点天分的人，遇到这么一件差事儿，让你把天分发挥到极致，所以你现在觉得并非是一件坏事儿。但你应该清楚，你的能力仅限于此。你应该独善其身，好好过你的日子，远离世间的纷扰之争。我们老百姓就想活着好好的，这也是业障，也是错吗？长安乃是深潭，官场更是深潭中的一个漩涡。人在其中，身不由己。你不想着早点上岸，难道想在漩涡中折腾出什么名堂？听道长此言，你是在长安待过？徒惹了一身尘土，
牵连了不知多少因果，心境为之蒙尘，所以这才游历名山，洗炼道心。人呢，步入困境，我还是要把我的事办完的。先生还是看不破这红尘迷障啊。也好，看你的面相与10年前某一位旧友颇为相似，贫道也送你一句话：老子有云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阁下一心要求的，未必是中国；阁下一心要避开的，倒有可能是生路。谢谢道长。敢问名号？叫我常远即可。那道长跟你说了什么？看你下山以后，好像一直心不在焉的。就像做了场梦。贵妃寿诞6月初1，也就是说，5月19，这转运队伍就得从岭南出发了。这是条不可逾越的生死线，时不我待，抓紧时间吧。这便是长安了。回家了。啊。怪不得普天之下都有长安的传说。是。咱们去哪儿？见见我闺女。可如此雄壮的美人，见了不可惜吗？小老都有点舍不得下手了。见。我家媳妇不喜欢看我的潦草样。
香伯，我昨夜梦到阿爷了。阿爷他胡子长了，两鬓多了白发，一脸尘土，比在长安时憔悴了许多。他就站在绣房外面，可不管我怎么叫阿爷，他都不答应。我再叫，他便不见了。阿爷，阿爷！秀儿，哎呀！阿爷！哎呀！哎呀，阿爷看看看！阿爷！阿爷！哎，阿爷回来了。阿爷白发多了，跟徐二梦里一模一样。想阿爷没？日日都想，桂花树还没有开，阿爷就回来了。阿爷啊，哎呀，怕秀儿想着心疼，我就在梦里问这桂花树，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啊？他说再等些日子。我说等不了，那秀儿等不了啊，我得回去看秀儿去。哎呀！咱是阿爷在岭南交的朋友，跟阿爷一起回长安办事儿。他也是办事儿的差事。他不是，他来长安办自己的事。你去找个位置。你拿好啊，尝。您来几个？2个。好嘞。哟，李监事，真是好久不见你了，出了趟远门。这些日子一直想你这口。这次还是一个壶饼，10个。好嘞。我知道你叫秀儿，你阿爷在路上一直提起你。我叫阿米塔，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。你不是唐人？我阿爷是唐人。哎呀，整个岭南的吃食啊，也比不上这一口。是吧？阿爷在岭南收到你寄的壶饼，可把阿爷馋坏了。哼，你对他又那么好，阿爷啊，是看得见吃不着，干着急。我让阿爷望饼止渴，阿爷怎么还责怪秀儿来？没怪没怪啊，绣得好，绣得好，绣饼充饥，绣得好。李监事，您的汤匙。阿爷，你吃慢点，你都吃6个了。这一路上颠得3魂7魄，归位了。吃不惯啊？哦，没胃口。这长安的卖面呢，这是绝味，特别是这家店，你看，里边是羊肉馅儿啊，掺上姜末跟碎芹，再撒上丁香粉，绝味啊！啊，别浪费了。带上。来了长安，不用这么忧心忡忡。想必空浪已经把信寄来了。这2天静安司会派人来寻。
今天呢，我跟秀搬到归义坊的老宅子里住。我那个租的房子呢，你要不嫌弃，我就先将就一下。你肯把房子借给我住，谢还来不及呢。尝尝。别说话，快！哎，你那边再来点，来，遮住了啊！张叔，哎呀，那就辛苦你们了啊！哎呀，你忙你的，正事甭管。这回来没说上两句话，哎，忙去吧，忙去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等我户部办完事儿，我去老宅找你们。记住了啊，你是主人，阿米塔是客人，你好好招待人家。阿爷都回来了，还不陪我？阿爷这差事是以时辰相敬，我早些回来给你编花篮。看你有几分诚意，便准你1天假吧。哎，热，走了。诸位，眼看就要到晌午了，现在只能再接待1位官员，其余只能明日再了。什么？只接待1位？这不是等了一上午了，就这么几个人，还不得先把事情办完吗？啊，就是。列位只管着自己分内的事，可主事要管所有的事情。有心一口气办完，但这身子骨也不答应啊。大家这么围着，我也不知道先来后到，不如大家选出1位，谁先来呀？我这个事情它有轻重缓急的，应该择其重者先为之，不重者后为之。我是真有急事。你这话说的，谁的事儿不急呀？我督办长安沟渠清理事宜，都跑了5、6趟了，再拖下去，万一这下了大雨，长安粪水四溢，各位同差，这是什么个场面呀？大人说的有理啊。那你这是急？哎，我的事儿也很急啊。这西市方门年久失修，今日更有木梁坠下，还砸了1位官人的脑袋，害得西市口大街的车马堵了1个时辰啊！若不急修，他日若是坍塌砸死人，各位再想想这个场面啊！重大呀，此事重大。确实重大。那跟2位这迫在眉睫的事儿比，我这运荔枝的事儿确实没那么急啊。你是谁？你是荔枝使。啊。哦，原来你是荔枝使。哎，李大使，李大使，久仰。你们知道我？岂能不知啊？某便在上食局当差，那帖子最早送到我们那儿，无人敢接呀。后来得知这鬼差是被您给接了，某顿时心生敬仰，无缘得见啊。这坊间传言您这差事是上林署的同僚给您挖的坑，我就是挖坑的，我一直都不信，我深知这挖坑没有那么容易，那得训练大家伙同心协力方能达成啊！而且只要有1人通风报信，便前功尽弃啊！难不成您在上林署连1个亲近的同僚都没有？坊间传闻，这个不可尽信，不可尽信。莫非您是主动求的这份差事？哎呦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莫非大使是被人抓住了痛脚？不妨展开详细说说。对，没什么可展开的。哎，既然你接了这个差事，便当赶紧去岭南捞些，劳心劳力的运荔枝啊！怎么有时间回长安了呢？所以呀，我来这儿不就是办这事儿的吗？懂，诸位，到底挑选出来没有啊？主事还等着呢。如果没人来的话，主事便要下职归家了。那李大使先吧，李大使先不着急吧？来，行，李大使，行。你便是那个荔枝使？看来我这身份已经传得朝堂皆知了。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这天下的钱粮调度都归户部管呢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既然是圣人钦点的荔枝使，不便拘泥于此规矩，你走吧。这事不必从我这里过手。主事啊，要是一般的差事呢，我大可以跳过这些规矩，直接从国库支取钱粮。但是运荔枝，它不仅花费钱粮，
还需要各个衙署紧密配合，所以这个差事还真得纳入咱们户部的办事流程才行。那我便按流程办了。听主事的。首先，你这个字太潦草了，当初是怎么过的吏部试啊？事出紧急，望见谅。吏部选官有4个标准：身、言、书、判。首先，你这相貌枯槁，声音干涩，字又凌乱，这3条都不合格。至于这判嘛，你要运多少吏治到长安？无论是1枚还是2瓮，都需要这些钱。那2瓮有多少枚呀？40枚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河南借送租庸到京城，官价缴费是每拖100斤，100里100文，赡板120文。从岭南运个老实的荔枝，居然要700贯，太多了。700多呀！平均下来，1枚耗费17贯500文。要知道，西市1头3岁口的番邦公骆驼要价15贯不到，当本官是忙的吗？本使设计的荔枝转运之法十分迅捷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花费太高。你知道就好。这个费用是不可贪的。当年裴耀卿修河口仓与漕河，虽耗费巨大，但修成后可以逐年均摊成本。可是你的荔枝转运之法，诸项用度，譬如马匹、兵块、人员、器具、调度工时等等，这一次用完了，下一次还要从头来过。泸州也有荔枝，你为何不从那里运呢？岭南莫非有你的亲戚不成？是圣人钦点要岭南的荔枝，我是遵旨办事情。你是遵旨，我是照章办事，这钱不能批。主事，我在岭南已经奔波月余，呕心沥血，我已经说服那些商人自愿报效，不劳朝廷真出钱。左手省了钱，右手就得免税，最后都是商人得利，朝廷负担。这是圣人派下来的差遣，你不纳吗？好叫大使之，户部虽掌预算，只不过是奉诸位堂官的命令罢了。你去药铺里抓药，总要医生开了方子，才好叫柜台伙计配药，不是？有了中书门下的判押，本主事定会尽快办理。主事方才不是说圣人钦点，不必拘泥这些规矩吗？李大使，方才我说无需过手，是你口口声声要按流程办，我按流程办了，你又不守规矩。我一个小小主事，就是个办事的，你何苦在此为难我这把老骨头呢？有本事，你找正事堂里的诸位相公闹去呀！左相，据云清所言，何有光已将此女手中的证据销毁殆尽。仅凭何有光的效忠信，尚不能以此撼动右相。此次云清借助阿弥塔，算是在岭南撕开了一道缺口。如今右相正忙于操办贵妃的寿诞庆典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这正是我们继续搜集确凿证据的良机呀。所言极是，何有光不敢让右相知晓阿弥塔已返，故只是派遣亲卫在岭南秘密搜捕。今日杀人灭口，
阿弥陀虽无铁证在手，却也是关键人证。某已派人暗中护他周全，找机会尽快与他会面。某与右相彼此制衡对峙已久，也到了肃清奸佞、匡扶朝纲的时候。当今朝堂上趋炎附势，见风使舵之徒不在少数。所幸有左相的风骨支撑大局，我大唐江山方能尚存一线希望。速速传信给允清，告知他时机已至，务必做到谋定而后动，不可有丝毫闪失。走了，香，乖乖跟你阿爷回来。啊，谢谢阿翁。哎，这真乖。回吧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位小娘子，哈哈哈，我们是来找李大使的。你们是何人呢？啊，李大使之前买这个宅子，是我们出手相助，给他施了些功德。功德？啊，你们喜欢称之为本金。哦，就是放贷的。哎，物是俗物，这话嘛，自然要讲得清新脱俗一点，避免沾染铜锈。也不要理他们，他们是坏人。不巧啊，李大使呢今天不在，改日再来吧。哎，小娘子，我们也想改日啊，可是这明日复明日，这李大使的明日还能有多少呢？啊，李大使领了圣人的美差，这件事情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。哎呀，这件事儿我们同情之余，不免担心呐。当初的功德是不是施得有些草率？今日既然见到了李大使的有缘人，那我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个面谈商议之机，还请小娘子随我回去见见我家主子吧。是这样，我呢是李大使的朋友，他的事儿啊，我做不了主，我随你们去呢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您的意思呢，我听明白了，李大使回来一定转达。来，只怕打草惊蛇了之后，我再想见到李大使一面就难如登天了吧？这位小娘子，李大使都回了长安了，这又搬回了我们共同努力得来这个宅子居住，您再继续这样推诿我们，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是冤种大头。我们这些人虽然讲究仁义礼节，可是兔子急了打要人呐。您呐，可别逼我们都失了分寸呐。都是生意人嘛，和气生财啊。随你们前去便是。这闸子如何呀？这事儿，你应该去找这专判出纳的主事啊。我去了，我刚从那儿回来。都省六部就是执行命令的，真正做决断和决策的还是中书门下的相王。哎呀，这有点为难。为何呀？我是赤峰的吏之使，都不能向东府递交堂帖吗？你可知这里为何有五房啊？为何？天下事情那么多，相公们怎么管得过来嘛？这送进中户门下的闸子，都要先通过都省的6部审议，小事自审，大事附上意见之后，再送到我们五房，我们才好拿给相公们议嘛。那所以呢？所以，
你就不能把这札子直接送到这里来，要先送到户部，由他们审完之后再送到堂后户房，这才是最正规的流转。那如此，这不就陷入循环往复了吗？哎呀，诚者，物之准也。便如那流水自上而下，才能顺畅自然嘛，此谓流程。你要按流程办事啊。刚洗过，刚洗过。这户房的体制森严，没法把你的札子塞进去。不过，另有一条西径，你倒可以去试试。天下诸州的贡物，都是先送到太府寺里转存。荔枝的事情，你找他们就没错了。你明天再去吧。今天这光景，你赶过去，他们马上就要下职了。带妹妹出去玩吧。随我来。去吧。说吧，这强行把我们俩请来，肯定有什么要紧事吧？妹妹看着像是爽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那新来军李大使从我这里借了150贯，买下那归一方的宅子，可这钱一旦带出去了，他便接了个死差。到了6月初1，恐怕要与我们阴阳两隔了。我放贷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做善事，所以今日请你来，就是想说，既然回了长安，就把欠我的钱都先还了。既是放贷，便有契书啊。李大使若是没有按期还钱，那是他违约；若是姐姐不按规定收钱，那就是你违约了。做生意不按规矩，怕是到哪儿都站不住脚吧？按规矩办事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规矩嘛，得由我来定。我既然敢在这长安城放贷，自然有百种办法把钱要回来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与我撕破脸吗？6月初1之前，李善德是圣人钦点的荔枝使，你就算是撕破脸了，你能奈他何呀？所以你们是笃定了，不还钱了吗？他在岭南啊，还真拿到钱了，而且他把这钱全数都投在了荔枝转运的实验上。他拿着钱换的是他活命的机会，所以他此番来了长安，
一拿到批文，便可以完成荔枝转运。姐姐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这6月初1，他死不了。你是他的人，自然帮他说话。从今日起到6月初1，这其中的变数又有多少呢？我为何要日日为此事操心，跟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？你刚刚一口茶，口汁都花了。这做生意呢，不要只顾着眼前的得失，目光要放长远。一个好的机会，抓住了，后半辈子便有着落了。我若是你呀，我定要极力劝说自己的金主，拿着区150贯，还李善德一个大人情。这李善德完成了荔枝转运，以他的为人，他定要念姐姐你的好呀。这可是后来人花10倍、100倍都换不来的交情。那他若是失败了，自然还会把钱还给你，因为他在死前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平安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背后的金主都不会吃亏的。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孩子呢？我孩子呢？你急什么？之前我让你还贷，你不是也让我别急吗？6月初1之前的钱我不是还给你了吗？而且我也跟你承诺过，6月初1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，你还要我怎么办吗？我想让你现在就还钱啊！听说今日去办批文了，可有好消息要与我分享？这批文它哪儿那么好办呢？那不都得各个衙署跑个3、5次，转还个2、3日吗？我才回来1日，你放心，这个批文呢，我肯定能批下来，钱我也能还上你，差事我也能办成，行不行？你相信我。刚刚已经有人劝过我了。李大使艳福不浅，找对了良人。你放心，今日我不会为难你。只是我也需要给我身后的金主一个交代。啊。所以你此番回来，务必要让我吃到定心丸。否则，我不会再任由你走出长安了。知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要关房门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谁让你今天带他去见他们的？啊？谁让的？快点，快点！不是孩子要有个3长2短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他们当时人多，我没法跟他们硬碰硬。我是个商人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事方略。再说了，区100贯，区100贯，区100贯，那是今天你运气好，孩子命大。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啊，这地方是你说了算的吗？啊，是你张嘴闭嘴几千贯大生意，你说了算的地方。这是长安，长安知道吗？3教9流，鱼龙混杂，那100贯能买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那长安108坊，你去哪儿？这边。后面的，快点！想不想出去了？哎，张叔，
哎，你帮我能看一下孩子？好。阿爷，你干嘛去？阿爷给你买点吃食。帮张婶摘菜。哎呦，秀，坐这儿来。秀真乖，秀。我给你带了碗热乎的吃食。刚才说话重了，着急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没怪你，我知道你担心秀儿，你是个好阿姨。我是什么好阿姨？我这么拼命，就是不想看到秀儿才这么小，就成了没有阿爷的苦孩子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行，你趁热吃。我是很想没了阿爷。这么多年，我对我阿爷的记忆都模糊了。我是看见你跟秀儿相处，才拾起了一些记忆。我阿爷从小对我非常严厉。他教我骑射，带我出海。有一次我坠马受伤，他摘下一枚常年佩在身上保佑他平安的戒指，让我戴上，说海虎的女儿不能娇气。说他的戒指能保佑我平安。我当时没有哭，我就是怨恨他。我觉得我的阿爷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阿爷一样，关心儿女的安危？我就是想让他哄一哄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当天就杀了那匹马。可就是那次，我跟他赌气没有上船，他到了岭南，就葬身湖上。女儿啊，都是阿爷的软肋。你阿爷不是不关心你，他知道海上风云莫测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的回来。他呢，是希望你知道，你即便没有了依靠，以后靠自己也能好好活下去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何有光身边生活。他跟我阿爷不一样，他对我特别宠溺，他帮我洗去了海盗的身份，成功上岸，成了扶商商会的行首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给我的精致的生活，一点一点的改变了我原来的模样，就好像是一把刀，镶满了宝石，鎏上了金，却藏在鞘里。慢慢的生了锈。我现在失去了身份，没有钱财，孤身一人逃到长安，我拿什么给我阿爷报仇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生活呀是块砾石，刀呢，你得经过磨砺，才能重新焕发出寒光。你毕竟是海虎的女儿。
相公，今日我办完事儿就来接他，好好吃饭啊。有了有了。哦，哎，这来的这么早，你阿爷又有差事啊？他说他今日有8个头虫。上林署监视，主公稍后。奇人呐！不敢不敢，有能力，更有想象力。哎，不成想我们长安竟有你这等大才，啊！说，现在需要我帮你什么？我需要一份正式的官府批文，这样才能帮助我调动沿途的船只驿马、官署驿卡，才能让各个署衙配合无间，方能在贵妃的生日宴上将这个荔枝运抵长安。时间不多了，还等什么呀？直接走流程。来，先把这些登记存档的文书填了啊！谢谢监事，您呢这是帮了我大忙啊！哎呀，有此高才，如此壮举，我理应支持啊！贵妃宴上能吃鲜荔枝，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？绝妙啊！这彰显了我大唐能力强大，物产富饶，能人遍布。你说这宴会上的荔枝，它是荔枝吗？不，那分明是我大唐国威啊！九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，到时候就是这个气象，也好让那些邻邦们长长见识。哎，到时也让我开开眼啊，看看这鲜荔枝长什么样。我定不忘监事的恩情。嗯。怎么是从岭南运来啊？啊，圣人要的就是岭南的荔枝啊。哎呀，错了，我这太湖寺啊，只管是番邦来贡，收的都是大唐以外的进献，这岭南的事儿啊，我可管不了啊。那我岭南的荔枝我找谁啊？啊，四方进献，应该是坐堂署。算日子，李善德应该到长安了。荔枝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秀过得好不好？我们饱食终日，日日蹉跎。还有那空浪先生，来，给钱。两文。啊，走吧。不是，那你们总得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吧？我去哪儿？不要在这里聒闹，走，不要何事在此喧哗呀？哦，说了多少遍了，待人接物需要客客气气的，往来勾兑皆是为朝廷分忧，都不容易。许监事，乐平，乐平兄，梁元兄。早就听说这长安出了一个荔枝使，没想到这倒霉差事竟然是梁元兄你呀！别提了，如何呀？梁元兄，你确实找错地方了。你所想要的存储糜费，是在转运途中的损耗啊。我们左藏署呢，只管收纳，不管转运。你要的转运糜费，得去兵部，找兵部的驾部郎中。兵部哪儿那么好进？哎，他这个
驾部负责运送，你们左藏署负责存储，那应该老打交道。你能不能？哎，梁元兄，这左藏署确实和驾部多有往来，但是吧，我也只是个小小的监事，跟驾部郎中说得上话的，也得是我们署令。是，那能不能让署令帮我把这个札子递到兵部去？这样，这札子呢，你先留下。我试试在我们署令面前美言几句，我求他将这札子递到驾部郎中手里。这就帮了大忙了，帮了大忙了，这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我同窗3年，当年的算学你可没少帮我，于我而言，良师益友啊！哎呀，这谬赞了，谬赞了。你说我这个差事吧，说好听了是美差，其实是个死差呀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这2日啊，不说了，帮了我大忙了。乐平啊，哎，救命之恩，受我一拜。梁元兄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我着实不知道他是你的同窗，若要知情，定会好生相待。那倒不必，只不过是当年在一起读了3年算学罢了。若是真的关系好，他能不知道我在左藏署？那你还说要帮他订札子，那不是敷衍他吗？他那个人特别的轴，我不这么说，他能走吗？那札子很明显不合规矩，我递上去，不就等着丢官挨骂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不知道。日后如果他再来，你便告诉他这札子已经递上去了。兵部怎么样，我们管不了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嘿，梁元兄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如厕路过，被你上了一课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明知道我与天争命呢，干嘛还给我扯这些弯弯绕绕的？好，那我也问你一句，你明知道你这是个死差，却还要开口让我帮你递这个札子，你与天争命，我就活该为了你这死差挨骂丢官吗？念在同窗之谊，我与你留了面皮。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就轰出去了。你要把我轰出去，我都不怪你啊，那是公事公办。但是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吧。你明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耽误我1日，你这不是耽误的时间，是耽误的我的命啊！李善德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做监事的，宁可无功，不可有过。你自己的差是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凭什么？你知道自己是个死差，你还上门求我帮你办事，我凭什么帮你递这个捅破天的札子？就因为当年你教了我点算术？你可真是好算计。行，既然你不要这面子上的功夫，我和你说实话，你这札子呀，也别去兵部递了，没戏。实话告诉你，这札子连兵部大门都进不去。只与你为友。兵部我自己去。站住！可有嘱咐？我有事情去见驾部的主事。军事重地，无主府者不得闯入。
我捡闸子。我们阻你，也是为了救你。这兵部的将军，你冲撞了谁，就等于丢了半条命。赶紧散了，别在这堵着门口。七郎，空浪先生不是嘱咐我们，无事莫要再来空浪书局吗？这不是恰好路过吗？顺便问问事情的进展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七郎，你这哪里是路过，你这是急奔空浪书局而去。再说，你要问询这事情的进展，为何还要买那女子用的团扇？咱不能空着手去吧？这叫礼节，懂不懂？我看是七郎多日未见空浪先生，思念成疾喽。高儿，从小到大，有没有人撕过你的狗嘴啊？七郎用心的都是要紧事，没有一点闲暇顾及儿女私情。打得好。哎，高儿，你看我今日这身大方吗？得体吗？七郎今日真乃翩翩着世之佳公子也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再学赵新民，我弄死你！回去等消息。啊，我知道空浪先生的规矩，需依序办事。可我这次相寻之事10万火急，这一挺银子，是希望先生能先办我的事儿。既是规矩，便不能破。话我会带的，请回吧。桂林兄，新民兄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来书店自然是买书啊。您不是来买书的吗？某是买书啊。没选个中意的，想到别处再看看。哦，那改日再聊。告辞，告辞。人呢？新民兄怎么又回来了？刚才内侧书阁啊未看，回来再找找。正好陪陪桂云兄。桂云兄这是要找何书啊？哦，我寻一本《寿比南山弘愿经》，好日日念诵一遍，为右相祈福。哎呀，桂云兄对右相真是一片忠心呀！你这粉绣细绢的团扇，一看便为女子所用。莫非这书局有桂云兄中意的女子？新民兄误会了，这团扇是我自己所用。莫要说笑。你看，这个扇子另有玄机。哦，
显摆。这上面绣了“相思”二字，作何解释？哦，在别人眼里这是相思，可是在我自己眼里，需要反着念。思相。美人脉兮阴沉缺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我虽然身在岭南，但日日思念右相。每每月下独酌，北望长安。一个人心里是思绪万千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哎呀，故写下“思相”二字，以解相思之苦啊！哎呀，你一片苦心，右相定能感召。但愿。或许这书局只有归云兄所要之书，却从不曾有我所要啊。既如此，告辞。新民兄慢走，告辞。李监事，韩主事外出公干了，要甚时才能回啊？您候着。梁元儿，哎呀，你何时回到长安啊？你职的差事办得可还顺利？哎呀，对了，梁元儿，某不了解你的心思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某接到这种差事，也会心生怨念。可你当真误解了我们啊！是，如今李知识已经成了属衙间的笑话，他们笑得出来，咱上林署的人笑不出来呀。你走以后，刘署令时常责怪自己，他说他自己无能，帮不了你。可你也知道，咱上林署它就是个清水衙门。没有实权，那其他署衙尚可把差事往外推，可咱上林署呢，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呀。哎，亮亮，你走以后，公差们颇为挂念你，大家呀都希望你能把这桩差事给办好，也替咱上林署争口气。眼下你若有任何难处，定要与我们开口。你现在的境遇，便是我们将来的遭遇，我们定会帮着。哎，没事，走。宋监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人脉，能帮我把荔枝转运的札子递上去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李监事已经找到了转运荔枝仙的方法，这几个衙署还互相推诿阻塞。唉，当初这荔枝使的差事，便是他们几个互相推诿，才落到咱们上林署的头上。这帮狗傻踩着嘴脸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
梁远，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荔枝转运这事儿，得有批文我才能推进。今日来呢，想问问彭柴，谁能有说得上话的人，帮我把这个闸子递上去。从咱们上林署把闸子递上去，怕也要碰到灰。哎，曲剑士，令兄不是在吏部当值，可否帮忙？首领啊，家兄虽是吏部郎中，递个闸子呢是举手之劳，但实在是不巧，家兄今日啊恰好去洛阳办公差去了，得下月方能回来。梁元，你可能等啊？我等不了。你要是昨日来招募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亲眷在藏书署，平日里呢也管些货物流转之事，要不我问问他？藏书署流转的都是书册典籍呀。其实，我这儿倒是有个关系。我一个多年的同窗，刚刚升任太府司主簿。不行，我就跑一趟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这个薄面。我去过了，那儿负责接待藩邦来贡，咱这是岭南吏治。哎，咱们上林署啊，就是个清水衙门，说不好听的，也就是个养花栽树的。要说位高权重啊，咱们在乐游院倒也见过不少。交情，相交才有情啊。咱们想上前说句话都难，更谈何攀关系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倒想起一个人。咱们上林署还真有一个攀过关系的人。谁？你呀？你忘了？幽香命人为圣人喜欢的那株牡丹打雨棚，结果砸断了侧枝，是你救了那株牡丹，替幽香解了围，那是头功啊。如今那株牡丹长势渐喜，幽香见之欣慰，还曾提及过你。他定是记得你当日的救治之举。我哪能见着幽香？哎，我记得你这个吏治使的敕牒，便是右相签下的。你若向他禀报，不算僭越呀。况且这转运之事已然有了眉目，他定会很惊喜啊，不会责备你啊。立春之后，右相隔日便去乐游院赏花，次次必唤当值之人汇报那只牡丹的近况。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哎，右相何时再去乐游院呢？巡礼就在今日啊。梁元，拿去试试。别误了时辰，快点去吧。
么了？李监事，你回来了，这牡丹生虫了。生虫了？李监事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起来起来，怎么这宋监事没跟你说吗？哎呀，今天本来是他当值，可是他看了这生虫的牡丹，怕右相怪罪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这谁成想他竟然叫您来收拾这残局。这帮狗奴啊！我以为再恶毒的人应该有点良心，没想到啊，这么歹毒呢。李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那个右相他今日来是吧？照例晌午之后，右相就会来。他要来了，我们可就完了。李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救救我们吧！起来，来看看！来，快！今日我们为何要来乐游院？你没听说，圣人无意间提起，花期要到了，想必是动了要来游玩的心思。又想频繁出入乐游院，就是替圣人看呀这园子。如今正是时候，又想适时向圣人提起，定会说到圣人的心坎里。那我们直接将这个消息告与右相不就行？右相今日跪体抱恙，我们既然想讨右相的人情，就要把事情做全。我们先来此理，看看是否有差池，再将这消息一并告诉右相，那他老人家岂不是更舒心？如此一来，我们既讨了右相的人情，右相又讨了圣人的欢心，圣人开心了，咱们也都开心。于常是心思缜密，宫中无人能及。右相跪体抱恙，众人皆是殷勤，单太医署就来了7、8个博士，端水的、喂药的，那进献补品的更是不计其数，踏破了门庭啊！但是，真正能把人情送到右相心坎里的不多。谢常侍点拨，小的受教。怎么了，上师？什么味道呀？什么东西着了？何人在这纵火？哎呀，回于常侍，不是纵火，是驱虫。驱什么虫？这牡丹生虫了。这牡丹生虫，你们平日里怎么看护的？什么味道？硫磺，虫害严重，虫害严重，得以草木灰敷于土上，杀灭土中的虫卵，再以硫磺、艾草反复熏之，方能除根。乐游院那皇家园林，被你搞得乌烟瘴气。好在今天右相跪体抱恙来不了，不然来了，被你这么一熏，你还想活吗？右相今日不来了。于常侍，他就是那个李知识。好像见过你。在下上林署李善德，见过于常侍。之前，我向于常侍讨教过励志仙的转运方法。这人死了，这差事自然就结了。人之常情，无非如此。你果然没死，莫非你办的差事有眉目了？转运已经不成问题了，就是各衙署不收我的札子。可能真得像您上回说的，只有我死了，这差事才了了。照你这么说，
这鲜荔枝定是运不到圣人面前了。不是，本来这个荔枝它是能运来的，但是我这个差事儿得进了各衙署的转运流程才行。哎呀，那你是不知，这流程起码要一个月。1个月不行啊，那贵人的寿宴6月初1，1个月来不及啊。你可知圣人他老人家为何要跳出关序，额外设出使之差遣？就是想一句话发下去，立即有人痛痛快快的办妥。结果如今，你还是这般遭遇。圣人之意，请勿人照办。罢了，我这个公师副使的职责，就是那顶才白。这高州的新鲜荔枝，既然是圣人想要的，我帮你想办法，帮你省去这些冗杂的流程。于常师，您要帮我呀？如果我能替圣人分忧，此事我定会勾偬到底。不过我听说，这荔枝3日之外，色香味俱败坏，这新鲜荔枝真的能运过来吗？你看，这是我写的荔枝转运之法，具体都在这儿。你这法子为时精妙，不过我着急回宫，可否容我带回去仔细揣摩一下？若有不明之处，我明日再来请教。明日何时？明日4正时分，还在此处相见。于常侍，哎呀，梁元兄，你为何不先问问我呀？这各衙署都不收我的札子，只有他肯帮我呀。这于常侍乃是内廷新崛起的一位刁当，为人狡诈阴险，最善贪功，人都唤他上有鳖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为人如鳖，一口咬住的东西绝不松嘴。怎么叫上有？宦官嘛。你跟他交集，好歹留上一手啊。这如今可好，他拿了荔枝转运法，为何不照葫芦画瓢，自去岭南取了新鲜荔枝回来？这份功劳便由公事副使独得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不能，他说，他把那个札子带回去研究一下，明日我俩还约了在乐游院见面呢。这话你也敢信？他明日必不赴约。不能，不能。那各衙署我都去了，那他们可以给我证明啊，这个荔枝转运之法确实是我研究出来的呀。梁元兄，论算学，你是国手，可这为官之道，你比之蒙童都不如啊！那些衙署都不接你的札子，为何替你作证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况还要得罪那上有鳖？谁会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？怎么你去了一趟岭南回来，遭了那么多算计，这还不见长进啊？我平日我脑子全在研究荔枝转运之法，我哪有精力去研究这些弯弯绕绕的呀？你若是呈上转运法之时，附上一份谢表，说明此事由岭南经略使着力推动，杜之同仁大力支持，太傅司、四农司、圣师局助力良多。你看那于常侍还敢不敢抢你走？梁元兄，这做官之道其实就是3句话：
和光同尘，雨露均沾，花花轿子众人齐抬。一个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。我爬了数月，刚要翻越峻岭，这脚下一滑，又掉井口里去了。可不是嘛！可惜我就是个笔录的小官，性格有刚烈，平时只喜欢与你和紫美走动，如今只能将眼下的形势看得清楚，却不能帮你解围，也不知该如何破这个局。要不，还是把闺女安顿好，我去给一个信任的人吧。什么过继？怎么又过继？过继给谁？你替我养过继，我不过继，不能，那别不能，吃饭，这不能。于常侍，您昨日与那荔枝使相约4阵时分在乐游院见面，现在已经过了时辰。某就没打算去。莫不是您打算亲自操办荔枝转运一事？能写出这样的札子，的确是个人才。这转运之法非常复杂，需要缜密的心思算计，才能不出纰漏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他在岭南多次实践、反复推演出来的。看来这事儿非他莫可。赶紧叫我，那常侍为何还不见他？这越着急的事儿，越要慢慢的去办。李监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在此等人。今日下午闭园撒药，不会有人来了。就是啊。便如那池中之鱼，你先饿他几天，让他患得患失，失了分寸。快饿死的时候，你再喂点吃，他便会对你感激不尽，视你为恩主。这个荔枝使啊，咱们也饿他几天。放心，饿不死。反正闸子在我手里，这鱼我是吃定了。